大家好，今天是1月2号。昨天比特币视频是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些短线操作的手法，你可以利用那一个超级趋势指标，在短线上进行一个获利啊。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些知识。行情这么焦灼的情况下，你如果短线要操作，怎么利用日线级别的位阶，再去观察4个小时的投资者，你可以参考日线的时候，在4个小时里面进行一个操作。或者是1个小时的投资者，你怎么观察4个小时的一些图形或者是指标，然后在1个小时里面进行一个操作，这只是短线的一些操作的手法。当然，整个中线我也是讲了几天，自18000在高位的时候，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希望朋友们不要追在这个高位，你等压回来再买。但是现在压回已经都在这个区间整理了快20天了。比特币还是迟迟不做变盘的选择，到底是要上去吗？下去也不肯下去，16200美金也是一直在守。那这个位置短期会不会形成一个突破？我估计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周啊。至于在这一周的哪一个时间点，包括它的方向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变盘，我估计有可能还是会往上，因为前几天已经跟大家提了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形态是有转暖的迹象。那今天再来跟大家重点探讨一下4个小时里面还有哪一些迹象有可能会判断出来比特币是不是要往上去突破。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佣20%。我们来看一下短线的图形，其实这几天也没什么好讲的，一直在横盘。那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第二天有跟大家讲过，这一根里面是有一些量，是有多方的量，你等压回，就是这几个低点压回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的。虽然是感觉这一天的时候是盘中一直收在这个阴线里面，但是昨天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它价格又上来了，所以这两根 K 线实体是很小，那能不能看成一个多方抵抗的吞噬也是可以的，只是参考性可能略微有一点牵强，因为它实体没有像这种实体明显的这么大，有可能这种 K 线它这个位置就是一直在撑。那至于整个中线，它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来观察？至15000的低点，这个位置有一次背离以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就是它一个低点是比一个低点在走高，这个低点高于这个低点。然后上一次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18000，希望朋友们不要去追，也是一直在观察它到底会压回到哪个位置，压到这个位置，它其实这个低点是比这个低点要高。那这一次下影线的低点又比这一个低点要高。至于短线上，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时间整理到位，会不会往上去突破，也是跟大家讲了几天。目前的均线20的成本1根2根3根4根，还有4根将来到这个低位区。短线上这个20ms 算压力哦，但是如果来到这个低档的时候，成本全部都在这个区间，就是主力非常有耐心的在18000的高点，很多欧美的散户可能在追，追完以后，他现在也不想让他去破，他就在这个位置横，横的目的也是跟大家讲的，他在横一些散户的耐心，有可能再横也是不排除啊。那还有一点60的成本，1根2根3根4根5根6根，所以有可能这一周结束，在某一个时间点会不会进行一个变盘？那短线上的量能，昨天前天也是跟大家讲过几次了。我们单看裸 K， 明显观察。这整波下跌走势里面没有看到4个小时有这么大的一根量啊，它是整一波下跌趋势里面最大的一根量，而且这一个趋势感觉是有一点被突破，然后压回确认，是不是这个低点就是在确认？而且短线里面前面有跟大家讲过一个 N 型，N 型它这一个 N 型的高位早就已经被过了，就是类似这种下降的 N 型，这种高点被过，但是它收盘目前是没有收在这个 N 型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有一点欠缺，有可能是不是还是在这边震荡，然后要把一些筹码从高点继续给我往下洗。那还有一点，这个位置是这样子哦，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除了这一根大量以后，后面它在这边盘整的时候，上涨的时候一般都是会有量，下跌的时候量是在缩的，包括昨天感觉是要涨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量其实是高于前面这4根的某一根最大的一根量，所以有可能从这整个区间可以明显观察出来，量能开始有变化，有变化，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是不是整理到位，到底会不会往上去？那至于为什么这个位置过不去，也要跟大家来聊一下，主要就是1个小时的 Vegas，
144通道是压在这个位置。那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144跟576的成本，其实目前还在高位哦，它短线上这个位置算是有一点压力。不过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4个小时里面的几个成本区，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60的成本也在这个区间，250的成本也在这个区间，所以短线上感觉4个小时里面的均线它是开始有慢慢走好的迹象，或者是短线的你就观察一下，其实现在压回它是在踩这个20MA， 这个20MA 到底能不能撑住？当然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压回来，只是在确认是不是有效突破这个20MA， 然后能不能再上去。对于短线如果要操作的朋友，我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布林线啊。你在用这个布林线的时候，看你的操作小时的级别，你如果是4个小时的操作者，你一定要去看日线的图形。比如说这整波日线的图形自 FTX 交易所爆发危机以后，在这个位置不是有一个区间吗？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多方的朋友，你在看到它日线级别里面是有一个上升走势的情况下，特别是这边整理区被突破的时候，那你看到日线既然是一个上升的走势，你在4个小时里面去观察，它这边不是有一个上升的走势，对不对？上升的走势，那你不要在日线级别高点的时候去追，你看日线级别是上升的走势，你利用4个小时它在压回来的时候破下轨的时候去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波段里面它破下轨的位置有几次啊？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种位置不算明显的破下轨啊，虽然是有一个短线的反弹，也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波的利润，但是如果我们看这种明显破下轨很深的位置，你在这种点位买，有可能它就会有一波短线的利润啊。当然你在出上轨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平掉，因为这只是针对短线的，4个小时你就不要给我什么抱成大长线，是不是要抱1年2年，不要这样子啊。那或者是我们再观察一下，它来到高位的时候，这边不是有横盘，其实高点出轨的时候你都可以平，或者是在观察它再压回下轨，出下轨的位置你再去买，其实最多就1次2次，这里面这些空间你不一定要去操作，就等这种位置它日线是在上升的时候，那你找4个小时里面有出轨的位置，或者是这个位置有出轨3次哦。其实这整波日线里面一波上升的走势有买点的只有1次2次3次，当然你如果短线的话，你这种高点就给我平掉，或者是这种高点就给我平掉，你不一定会平到这种位置。然后空方的走势我们要怎么来观察，也是可以同样用日线级别里面它的趋势是多方的趋势还是空方的趋势。比如说目前它价格是在布林线的中轨下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其实也是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至18000高点下来以后，它也是一波下跌的趋势。下跌的趋势你可以看一下，像这种出轨的位置，你可能这种位置没敢空，或者是18000，当时跟大家讲18000不要去追，那中间这一波你也判断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会直接往下崩。如果是这个位置，昨天是有跟大家讲过，你可以去看那一个超级趋势指标，其实这种位置是短线上你有可能会空到，或者是下轨的位置你就给它平掉，或者是这种出轨的位置可以空到，然后下轨出轨的位置你就给它平掉。那如果是用4个小时再配合1个小时的，我们要怎么来应用，其实也是有一些手法，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刚刚有讲到的几个位置，比如说就这一波上升的走势吧，就是这一波上升的走势可以明显观察出来，它在这里面是有一个短短的上升走势。那你也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1个小时是在哪一个位置啊？就比如说这些位置啊，你也可以明显观察一下，4个小时在上升趋势的时候，1个小时里面它有下轨的位置，或者是这种破下轨的位置，或者是类似这种破下轨的位置，你也是可以买，有短线的利润，出上轨你就给它卖掉，或者是这种位置买到，这种出上轨的位置就给它卖掉，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出下轨，那你可能要等个1天左右，或者是一天左右才有可能出这种上轨啊。包括空方走势其实也是一样，你看4个小时，它如果是在下降走势的时候，比如说像这种白线是向下的时候，或者是像这些走势白线是向下的时候，你在1个小时里面也是同样可以观察，
1个小时它只要有出上轨的位置都是空点，你可以在下轨的时候再给它平掉，或者出上轨的位置你找空点，然后再出下轨的位置给它平掉。当然每一次进场的点你都要前提先给自己留一个后路，我先要考虑怎么输钱，那有可能才会赚钱。万一是他出上轨真的再上去呢，那你肯定要设一个止损位啊，不设止损那就不要这样子来进行一个短线的操作。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